音乐其实是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被感染，它就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很厉害、很能影响人的能量。对，天生的。而且如果是说10年前听的一首歌，然后现在再去听的话，那10年前听那首歌的时候，周围的天气、心情，还有那个时候的一些目标啊、动力啊、奋斗啊，马上回到之前。对，就像时间胶囊一样。就我听那个《灌篮高手》的主题曲，马上就能把我带回我可能和你们年龄不太一样，反正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比较火。您是86年，南方人会算虚岁吗？你老家是哪个省的？我比较复杂，就是我的原籍是上海的，但是我在哈尔滨出生，因为父母是知青，然后留到哈尔滨。我在那边出生之后，上学之后又回上海了。那个时候3线建设，那我们遇到老乡了。Kevin 也是哈尔滨人，我是黑龙江人不是哈尔滨人啊。我老家离齐齐哈尔比较近。齐齐哈尔以前是黑龙江的省会，然后后来是因为修铁路的时候，然后省会才迁到东北3省嘛，都比较近的，说话的方言都会比较接近。对，我是在黑龙江出生，然后待到9岁，然后就搬到大连来了。然后我就东北话现在也还一般，但是我爸妈说的都是东北话啊。我这个口音也听不出来哪儿是哪儿了，已经。还是听得出来是北方的，是肯定的。对，还是北方的。那天那个谁，Neo说他听了个大连的人怎么在抖音上说话，说跟我说这普通话特别像，我就觉得是吗？我都有点迷惑。我大连挺好的，我也去大连旅游过。我听你声音，我还以为你20多岁呢。我之前想问了，我后来想算了，别问人年龄，不太礼貌。我这个声音一般都是这个叫中女音，就我之前在那个上海戏剧学院一个老师开的那种，就是练习你怎么样说话，做那种有声书吧。然后他们都说我是中女音，要么是中年妇女，要么就是可以做奶奶的那种。你知道，做配音的那种声音，都是一听声音就觉得这人一定长得很帅，或者就很勾人的那种声音。对，然后我这个声音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就是中年妇女，只能配中年妇女。哇，我觉得看你头像啊，声音都好年轻。我第一次看你头像，感觉你可能就最多就30岁出头吧，27、28岁。对，所以说还说灵魂是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心灵嘛，这个灵魂永远都是那个，就是永远都是年轻的。就是你要提80后的话，我记得就是我那堂哥嘛，堂哥堂姐他们都80后，甚至有70后。然后我原来每年清明节回老家祭祖的时候遇到那些堂哥，就那个时候我还是大概上小学，他们上大学，他们有的是10几岁嘛。然后就感觉我觉得80后还都挺年轻的，但是怎么一转眼的话，现在我自己我今年我都28岁了，对吧？然后那个就是，但是你要说就心灵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只要是保持一颗那个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个就灵性层面的话，其实就是时间它是不一定存在的。我们年轻的话，那随时就是起心动念，那也是年轻的心态。对，那 Kevin 是什么？我是91年的，我90后。那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都算是同龄。对，因为我听你们的频道就觉得一定是比我年龄小的，就是好吧，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没有提到家庭啊，没有提到子女啊这种。对，对，你那个就是你抚养孩子是什么样的那种体验呢？因为那天Kevin他还跟我辩论，他说现在年轻人就不应该生孩子，然后我们不应该有那种乱七八糟的包袱。但是我觉得你生孩子，你看着孩子成长，那也是有一种自由啊。所以说就是你个人感觉，你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也是
就是没打算生的，因为本来看周围嘛，包括亲戚啊，然后父母这一代，其实婚姻都不是很理想的。我其实从小到大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经济独立，因为我是女生嘛，就从小到大会有一些各种声音说女生只要嫁好人了就可以不需要学习怎么样，就是总是旁边有这种声音，我就很疑惑。但是看到我父母的婚姻，具体就不说了，但是就是因为我妈没有财政大权，所以会活得很辛苦，还有因为我和我姐我们是2个孩子，所以当时我的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经济独立，这是我第一要务。第二要务的话，当然就是说另一半嘛，它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的另一半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另一半一定要找得好，如果找得不好，我就不生孩子。就是如果没有让我有这种安全感，或者说经济方面不够的话，或者说不够爱我，不管哪一方面，我都不会考虑要孩子。当时是这样做决定的，但是随着年龄上来之后，比如说在28岁、29岁的时候，就会想，因为女生的生育年龄35岁以下，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35岁之前一定要决定生还是不生。然后就那几年就一直在思考。但是到33岁的时候，是经济比较稳定，工作比较稳定，夫妻比较恩爱，然后也有房子了，这种情况就是一切基础都好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可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丈夫比较爱我的情况下，我是有底气有胆量去生一个孩子的，所以当时就在33岁的时候备孕，很快就有了孩子，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您说。就是你刚刚提到2个条件，就是我之前跟他表达了，就是一个是你要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再就是你说的那个夫妻恩爱，我觉得也是第2个要素。就这2点如果不符合的话，我觉得要孩子可能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事情。对，我觉得就是另一半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创伤，它都是带着的，所以你会决定说我不想要孩子，因为你看到了那些负面的东西。对。但是我和我的先生是4年相识之后结婚，然后再过4年才要的小孩，所以整这个8年，就是他和我的感情，他对我的感情，让我心中的这种冰层慢慢的融化了，然后让我相信我是能够和他是有进一步的，比如说有小孩，或者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这种信念会越来越增强，之后再做最终的决定，就是任何的外界和内部顺理成章的做了这个决定。对，就是你们并不是为了要孩子而要孩子，而是当这个感情各方面的因缘成熟了，觉得可以去养育一个下一代的时候，才去顺理成章的去生了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合理的，而不是说我们的感情破裂了，我要通过生一个孩子来拴住我的先生啊，不行，或者我的人生太糟糕了，我的心情太不好了，我需要一个孩子去给我安慰。我觉得就是利用孩子这些出发点吧，都是在我看来都是比较不合理的。所以说你的这种要孩子，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和我先生的都要不要孩子无所谓，就是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然后也没有人催啊什么的，没有周围的环境，因为在加拿大嘛，就是谁管你要不要孩子？对，好像爱尔兰也是的，一般情况下他不咋管你的，就是你爱怎么活，然后老外他都会觉得，哎，我们这有一种边界感嘛，觉得这是你个人的事儿，是你的自由。但是后来你要是跟他深入的话，我会发现有一些那些老太太呀，就是那些老外的老太太，她有时候也其实也跟中国老太太一样，喜欢七嘴八舌。哎呀，她怎么那么大的还没结婚？那2口子结婚那么多年了，还没有要孩子。对，然后，而且他们也评论，哎，现在年轻人世风日下了呀，跟我们之前比不了了呀。然后我觉得跟中国也好像啊。
对，其实你近距离接触之后，和中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可能某些的文化差异的点，比如说，母亲去帮助孩子，她不是光我们的话，可能主要是钱财，或者说去帮他打扫卫生啊，这种亲力亲为的这种。但是这边的母亲、父亲去帮助孩子，更多是一个观念上、理念上，或者说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伸手，而平时那些小东西他们不会去管。当然就是如果是钱财方面很拘谨，他们也会帮助，但更多的是比如说你住回到家里啊，就是不是那种直接的钱财的帮助，让你觉得你即便不去工作，你也可以靠父母活着，就基本上没有这种理念。但是帮还是帮的，就比如说像我婆婆，因为她有3个孩子嘛，我先生是最大的那个，然后其实他也有催说，哎，该要小孩了，要小孩会这样说的，但是我也比较理解他，因为另外2个孩子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我们这个比较顺理成章嘛，所以他也会提，他不是说一点不提这样子。那你先生是华人还是？我是 P2，就是永久居民，我还是保留着这个护照，还是对，还是中国的公民身份。对，我现在也是类似的。那你先生也是华人吗？还是老外？不是，是当地的西人白人，然后是波兰裔的。对，波兰裔的移民在爱尔兰是口碑最好的，都是他们吃苦耐劳。对，而且颜值也挺高的，就他那种东欧的。但是就是他如果是说像什么乌克兰、俄罗斯，就他们那边说话的那个口音啊，就是那种，你会感觉他好像有点生气，尤其是乌克兰、俄罗斯的，我之前有个室友，对，比较生硬。他因为是2代了，所以他的那个口语就是完全是北美的口语，但是上一辈婆婆爷爷这一辈的英语也是比较硬的，偏硬的。对，他们小时候也是吃过苦的。就是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婆婆就是小的时候吃不到，他们那边是水果吃不到嘛，然后他就是过年的时候 Christmas， 应该是他的妈妈给他一个橘子，他不舍得吃，然后最后那个橘子烂掉了。哇，就是所以他们那个年代就也受过饥荒的，所以他现在也是不怎么控制饮食，属于就是肥胖性质，包括医生也要劝他说，哎，你要减肥，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了嘛，因为他的整个一生的童年都是非常在饥饿中度过的，所以我也比较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每个人他的习性或者说他的经历他的反应，你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没有自制力或者什么，但是如果你从长远的时间角度来看的话，它都是有原因的，包括因果啊、前世轮回这种。对，所以爱就是无条件的接受嘛。如果他自己真的有动力想减肥，那他自己会减的，但是我们就接受他。如果他稍微体格稍微重的话，反而侧面的可以说明，第一，他就是做饭肯定特别好吃，对吧？不然对。然后第二的话，生的孩子肯定也很健康嘛，大胖小子，对吧？这倒真是的，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在那个年代1战2战都经历过，也活到93岁，也是一个超胖的，就是只要能吃的时候，他就一定会不停的吃，储存到自己的身体里嘛。但是最后也是，虽然是也是超胖的，但是也是活到93岁，所以说这个基因还是挺厉害的。对，有长寿基因。对，所以你就说很多事情它其实都是有那个因果轮回的嘛。你看像我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好朋友，他老家是在那个新罕布什尔，就离你们现在多伦多也挺近的，新罕布什尔那里。然后呢，就是他们家族嘛，就是都特别喜欢就是生很多孩子，然后还收养很多孤儿，就是国外的，就是乌克兰啊，或者是甚至说拉美的呀、非洲的很多孤儿。好，然后包括就是他总共有8个兄弟姐妹，两位
还另外加上2位收养的，然后他哥的话呢，又是收养了有3位小孩子，然后呢然后自己再生了2、3个，就是一方面他们确实是很有爱心、很慈爱的，而且就是可能不是特别讲究那种就是精致的生活品质嘛，一般多子女的家庭好像都有那种啊。但是后来我就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嘛，因为呢就是那位女孩，她说她的就他们家第一代来美国的那个移民，那估计是有100多年，可能有100多年了吧，可能他太爷爷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小伙儿。然后那个小伙的话呢，就反正就是说他们家族说有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年轻的时候闯了祸，然后跟他爸爸就是闹矛盾嘛，然后最后就离家出走，一张船票买到了美国去，然后最后跟家里人老死不相往来。好，但是如果你第2种说法就是你在深入的去问他到底是闯了什么祸，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其实是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然后就是不小心把那个女孩子的肚子给弄大了，然后但是自己又没有那个勇气去承担那个责任嘛，最后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说为什么他们家族后面那么多，就是当然人都特别好嘛，他们就是收养很多孤儿。我感觉是不是跟那个就是他第一代的有一定的那个因果的关系？这主要看他自己怎么想的，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比如说有忏悔的心，然后有忏悔的念头，就会有忏悔的行动嘛，那肯定是有影响的。像比如说我想到我之前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对我特别好，他就说是因为前一个女友他没有对他怎么好，所以他对我特别好，就是他有这种他自己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在里面。对，我之前交的有一位前女友，他居然叫我小南蛮子。我第一次我听的时候，我整个人我下巴都惊掉了。我想湖北也算是小南蛮子嘛，湖北人也算是南蛮子嘛。后来我还想到，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也特别逗。我第一次去见到他爸爸的时候，然后我跟他爸爸就是语音微信那个时候疫情嘛，跟他爸微信聊天，然后他说啊，你比我闺女小3岁啊。我说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心里面正在想，他是不是要质问我，为什么要比他闺女小3岁？结果后来他后面又有点害羞的来了一句，说我比他妈也小3岁。确实有些东西就是它是有传承的，就是哪怕是一点点这种微小的细节。我之前看过，就是一个女命主给我过来算嘛，然后算着，她说她也想看看爸妈，然后我就把她全家都看了一遍，我发觉他们家3代的父辈都特别弱，这个弱指的是身体上的，就是第一代就是早亡，第2代是得癌，第3代是生不下孩子，就他们家的这个就是嫁的这个异性都是这种情况。但是我跟他说你是越来越好，他如果你再往大了看，再往远了看，他可能都是有原因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对，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肉眼凡胎只能看到这一世的因果，但是其实背后的话也许会有累生累世的那个因果和业力在那里面。对，包括一些习气啊，还有一个事例让我就是挺醒悟的，就是因为我微信里面人比较多嘛，有很多那时候在玄学圈有很多师兄师姐，然后就有的时候和这个聊一聊，那个聊聊，我就人就记得不是很清楚嘛。但是有一个师兄他是21年就和我开始聊，但是我没有记清楚。就是这个时间线，就是这个人对应的是这个人，然后一直到现在最近几个月我才翻看和他的聊天记录，我发觉在我不知情，就是我忘记和他聊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因为我的这个人的存在，我的习性的存在，我会不停地问同样的类似的问题，这就相当于轮回，你的记忆是消除的，但是因为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个性，你还是会回到你想要关注的那个点。也就是说，即便发生100次、1000次，如果你没有进步，你和那个人的关系还就只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它不会变化。所以这就是让我
比较吃惊的一个经历吧，也属于说记性不好，但是确实换了之后人还是会有同样的反应，同样的问题。这个说的特别对。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就是参加一场活动，然后遇到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有一种既视感，就感觉这人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呀？这个很多了。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壬寅年，前几年吧，今年前几年的时候，因为我是属于会有点小作弊的，我可以看我自己的八字，所以我知道我在壬寅年的时候有丁壬合木，就是会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和我很合，然后我算出他是在农历2月份出现，然后我农历2月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就很激动，我在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虽然我能算出来他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样的人嘛，然后当那个人出现的第1秒钟，我就一眼认出了他。然后我当时是会议视频，然后我自己在视频后面跳，但是没人看得到嘛，就我知道一定是这个人，然后我就很欣喜，我就真的很想告诉他你就是要出现的那个人，但是我不可能，这就像一个精神病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就是深吸几口气，把这些所有的都憋在心里，然后慢慢的就是也是属于单独和他聊嘛，那时候是同事，然后我也发觉这个人就是这个和你比如说缘分比较一样，或者说比较重的人，比较缘分比较情谊比较怎么说，这是中文就缘分就是安排好的人吧，给你剧本上给你安排好的人，他会和你有很多相似的之处，让你们一定在相识的时候就一定会重启互相认识的。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和我就是都是哈尔滨出生的，你想想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其实很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说有同一个城市出生的。然后这个人当时我在学什么，学那个 digital marketing， 然后他之前也是 digital marketing 毕业，不是毕业，就是学了之后去转的动画，所以当时我想要知道的东西和他已经知道的东西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个剧本就会让2个人从见面，然后就是很快的就是互相交流起来，包括就是很多其他的人，就现在我有一种也不能算是能力吧，只能说是经验，就是会感觉到有些人，这个人我见不需要几分钟可能就知道我们的缘分是很深的，就我是有这种感觉。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头像的时候，哇，我就觉得那头像就是首先就是让人眼前一亮嘛，那种金黄色的背景。我觉得就是真正我记起来，就是你在我的视频下留言，应该是因为我那一期就是与神连接嘛，因为你们也做过那一期与神对话是吧？然后对啊，就那一期就是我自己晚上的时候突然就是脑海里蹦出的那些对话，其实我也觉得很神奇的，包括就是前几天有一个机缘吧，就是我一直就是也是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我和他聊开了之后，我发觉这个人是我心里有个念头，他就蹦出来了，就是这个是我终于等到你了，就这种念头，然后包括我的灵魂在哭泣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人和我前世有什么关系，然后包括那个人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都不记得我前世，你都不记得前世，你都不记得我是谁。然后但是我又不可能直接去问他，所以就是我就特别想知道的情况下，我正好认识一个催眠师，然后我就去进行了这一番的催眠。然后是什么样的那个体验呢？然后我说一下这个他用的这个技术是什么，他是一个 George， 这个人叫 George
Duesman， 然后到时候我发给你这个英文啊。这个人创立的一个 method 一个方式，它叫Consciousness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 简称 CTT， 就是它其实在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有意识的情况下，有一些可以交流给你的这个信息。他用的方法就是主要是其实和催眠类似，但是它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下得到一些讯息。它主要用的是 tapping 的方法，就是它是用这个你左右手交替去，就是环抱自己嘛，交叉环抱自己，然后左右手交替来就是 tap 自己，就是拍打自己的肩膀嘛，就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一直说不是催眠师，但是我这里就说催眠师，因为可能大众的认知催眠更好认知一点。他就会引导我说放松啊，然后进去。然后我一开始看到是黑色雾嘛，然后他就让我就提示我说你看到了什么？然后我一开始就看到这种飘着的树叶啊什么，然后他就提示我看自己脚下是什么，穿着什么，然后我就看到自己脚下是树根，然后那我就是一棵树呗。然后再开始就是既然是一棵树，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我之前的引入的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看到竹林子啊，有分岔的路口，然后我就有2条路，左边和右边，我选择了右边。然后他说你把这个时间加快，看到比较重要的场景下停下。然后我就看到这种云雾缭绕很细的这种树干，稀稀疏疏的这种山路啊，也是交错的，不知道通向哪里。最后就是再往下，他就又要我切换场景，然后看我这个比较重要的环节，然后我就是看到云层，然后看到自己脚穿的是白色的布鞋，穿着这种白色的袍子，然后戴的是蓝色的边的那种穿的那种袍子。我又去了一个很多雾的地方，反正就是那种山里像那种仙境的地方。后来呢看到这种就是在一种云层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其他都没有，都是雾蒙蒙的这种云层。看到一个很巨大的这种像盆啊还是杯子，里面装了很多含苞待放的莲花，然后这个巨大的这个宝盆就在自转，然后他就在引导我嘛，在引导我之后，我就看到一个挺大的莲花，也不能说巨大吧，就是挺大的一个泛着金光的莲花，上面就是有一个能量体，就上面是有一个人的形象，然后这个人的形象也是全身全白的，然后头上戴着那种有点像修女的那种那种帽子，就是盖住头的这种，但是是全白的，然后整个人都是泛着金光的，然后这个光是可以直接射到我的。然后他就开始问问题了，因为当时我的催眠的主要目的就是一个是想让我知道我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另外一个是我需要治愈我多年的咳嗽，就是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弱，就是我有这2个问题。然后他就继续问我问题嘛，我这个就不像聊天了，就像我自己在说话。我觉得说的很好，我觉得你描述的这个场景啊，我之前有一段催眠的时候，我也看到过那种类似的感觉，我好像是可能也是，反正是穿着古装吧，周围都是竹林，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场景就是一切换，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古代的那种汉服，蓝色的，然后呢我还拿着一个笛子，好，然后场景就开始切换，好像到了那种就是好像是1万多年前的那种海底文明，我到那里去了，实际上是在海底那个竹林，然后拿着那个玻璃罩照着，在那样子的那么一个你也是催眠吗？对，也是催眠，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那种场景，我感觉也许可能我们前世是反正肯定都是有修行的人，
对对对，然后这个催眠师就开始问问题了嘛。哦对，包括就是他问我你手里有什么，然后我是有一个卷轴是藏在袖子里的，然后他说你看看你手里有什么，我这手里就显现出一个卷轴是卷起来的，然后他说他问我就是这是你随身携带的还是很重要的，里面有什么，然后我就打开来看，里面是有一幅画，就是像那个毛笔画的那种画，然后应该是我卷起来的，就是随身携带的那种，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催眠师就问了很多问题，就是关于我的这个疾病的问题。解答之后，我就发觉我很多事情都很通透了。就是以前一直虽然有些答案我都知道，但是这次催眠之后，我发觉他很多东西虽然是我知道的，但是没有这么肯定的给过我答案。然后我现在就不会再去纠结这些事情。就是你对有一些事情你都放下释怀了。对，他提到的一个点当中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后面就是莲花上面就是有的这个能量体，最后我结束了之后，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莲花仙子。然后这个人，但是我去搜了，就是各种宗教里面的这个莲花仙子和我看到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那种是全白，而且是中西结合，是带翅膀的，就是你看不清楚它是中式的或者西式的，它是一种结合体。而且这个在催眠当中，这个莲花仙子就是我本人，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高维的我。包括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生病，他给到我的答案就是，如果我身体很好，我就会去，比如说干这个干那个，能量就会非常分散，就不会专注于修行。他让我的身体，或者说让我生病，是因为我不要让我去做那些其他。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